Hello，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相信全世界中意高達嘅朋友，對於呢兩部機咧都唔會話覺得陌生噶啦。由1979年直到而家2024年，人氣仍然高企嘅元祖高達同埋紅彗星渣古。喺呢度咧又要多謝我嘅朋友歐先生，免費借出山積咗10幾年咧都仍然唔砌嘅兩盒模型，咁令我得以咧拍攝一集陪你清山積系列嘅。呢一盒元祖高達已經係2013年推出 ，MG 版係屬於3.0系列。至於渣古嘅推出時間就再耐啲啦，2007年發售，咁直到而家相隔差唔多20年，都仍然係得 MG 2.0版嘅啫。我勸大家買模型翻屋企咧，就算你唔砌，都要打開個盒咧睇一睇。呢盒山積咗10年嘅模型，除咗紅色 logo 之外，各位睇唔睇到同而家發售嘅3.0版有啲乜嘢唔同呢？就係盒嘅左上角啊，多咗一張金燈 Info 嘅年終感謝祭標籤啊！大家可以記低標籤嘅序號，拎部 PlayStation 3嘅 game 咧 Battery Operation 咧兌換藍色命運一部啊！咁日期咧就係2013年嘅9月30日啊！各位千祈唔好多謝我啊嚇！至於渣古又有啲乜嘢呢？個盒底就係咁樣嘅。我唔知道而家嘅版本有冇刀印㗎嚇。呢啲渣古嘅喉管，我最初以為係一體成型，咁但係原來唔係。仲有2條用喺腳部嘅彈弓。唔講咁多啦，即刻砌俾大家睇。高達3.0大約用咗我接近2日嘅時間嚟砌，都係簡單嘅滲線同埋磨件就搞掂啦。水貼方面我就用咗 EVO 嘅。至於渣古2.0就用咗1日時間嚟砌，咁同高達一樣啦，都係簡單嘅滲線同埋打磨。不過黑色、鮮紅同埋深紅色嘅件，我就用咗打磨棒拋光嘅。我砌完呢個 MG 版渣古，好明顯係覺得完勝近代嘅 RG 版啦。高達3.0嘅組裝部分有好多都唔係好友善嘅，咁2個模型我都係會講重點㗎吓。先砌渣古同埋高達嘅頭部，初次接觸呢個渣古2.0嘅朋友，佢嘅喉管組裝要留意，大家要跟說明書嘅指示。將喉管好似咁樣剪落嚟，連邊關一齊剪，然後就慢慢將啲珠咧用啲力推過去喉管嗰邊，每邊嘅珠係有10粒嘅。成個渣古頭部最難砌嘅部分就係頭先嘅準備，千祈唔好心急。我建議咧將全部珠完全推入喉管裏面咧，先至剪落嚟，咁以防跌件嘅。另外嗰啲珠剪出嚟嘅水口，各位朋友或者需要打磨一下，咁亦都建議喺未推過去喉管之前呢，將打磨嘅步驟做妥。水口嗰邊係向內嘅，各位自己衡量磨唔磨啦。頭頂角嘅零件有2件俾大家選擇，簡簡單單就砌好呢個好有型嘅渣古頭啦。接住落嚟就係砌高達3.0嘅頭部。由於呢盒模型都可以裝燈座，所以眼睛係保留透明嘅部分，而唔係一件實色嘅黃色零件。保色貼紙分別係眼睛嘅黑色同埋前後監視器嘅紅色。頭部雖然唔係完美分析，但係分件亦都好足噶啦，起碼火神炮係睇得到啊。但係好似都唔係完全出得到啊，唔知道係咪又係我嘅問題啦？我覺得呢個 MG 版嘅高達頭係好似動畫嘅外形噶啦，同渣古比較一下，渣古嘅頭部明顯係比較大嘅。兩者頭部嘅可動，而家嘅渣古模型無論係 HG 或者 RG， 眼睛都可以跟住個頭部方向轉嘅。咁始終獨眼都係渣古系列機嘅靈魂所在。大家可以考慮用一啲副廠推出嘅眼珠，
去增加佢嘅展現度嘅。渣古嘅腳部組裝同頭部一樣，先預備好呢個喉管。今次就係將啲豬咧穿入去呢條彈弓上面嘅。剪出嚟嗰陣，亦都要留意呢一部分係有用嘅。最後先至將呢一部分剪落嚟，之後啦就將啲豬推出嚟。彈弓嘅其中一邊先套上 K8 號零件，另一邊就可以慢慢將啲豬套上嘅。最後再裝返頭先剪落嚟嘅零件就搞掂啦。一邊睇渣古同埋高達嘅腳部組裝過程嗰陣，咁亦都講一講點解我會以高達3.0同埋渣古2.0作一個比拼呢？嗱，其實我係遇到一件呢好值得分享俾各位朋友嘅一件事嘅，特別係成為咗老豆嘅師兄嘅。咁啊，話說今年農曆新年啦，咁我行過模型鋪嗰陣，就撞見一位超過70歲嘅阿爺啊！嗱，我哋係識㗎吓，咁佢一見到我就講：喂，金師兄，喺呢度撞到你真係好啊！嗱，我起初咧唔知道乜嘢事嘅，咁啊以為佢派利是俾我㗎嘛，咁但係佢就話要幫我孫買啲乜嘢卡喎。嗱，由於佢唔熟啦，咁知道我而家又玩下玩具，咁啊佢啊就請我幫幫眼咁樣嘅。不過我自己對卡 game 咧係唔識㗎吓。當時佢個孫咧都喺度嘅，咁一入門口我哋就行去放卡嘅位啦。咁點知阿爺咧就話唔係呢啲喎，咁啊應該係更加大盒嗰啲。嗱，其實同一時間咧，阿孫咧已經行咗去睇高達模型㗎啦。咁啊爺爺嗰一刻先至講：啊係呢啲啦，卡乜嘢？咁阿孫就話唔係卡啊，係高達啊！嗱，嗰一刻我先至知道，原來阿爺係唔識分乜嘢係模型同埋卡嘅。咁啊，大家企喺模型盒前面，咁啊等阿孫仔揀好就去俾錢啦。咁但係等咗一段時間，我覺得孫仔咧又好似唔係好知道自己買乜嘢喎。咁我細細聲問一問佢啦，喂，究竟你想要啲乜嘢啊？於是咧佢就俾我睇一睇佢嘅手機。咁啊手機上面咧就係佢同佢老豆嘅 WhatsApp 啊。咁原來係老豆想買獨角獸高達同埋渣古 HG， 咁啊託自己個仔咧同阿爺去買玩具俾自己。咁啊最後好彩咧係揾到渣古同埋另一款高達嘅 HG。咁阿爺去俾錢嗰陣就對個孫仔講啦：切，用咗咁多時間，原來係買機械人，一個紅色一個白色。其實孫仔自己都唔係好分得到邊一部係高達同埋渣古，所以我想做呢一集比拼呢一段時間噶啦，今次有機會啦。嗱，希望各位老豆如果想教自己個仔由元祖時代去認識高達世界最出名嘅兩部人氣機，呢一段影片應該可以幫到你啦。嗱，同時我呢位爸爸朋友教咗一招入境必殺技俾各位啊，就係叫阿爺去買玩具俾自己個孫，跟住個孫唔識得點樣砌，就要請老豆幫手啦。係咪老爺買玩具俾自己個孫都唔得先？嗱，我相信各位老婆唔會話唔得啩。嗱，但係呢一招咧唔可以成日用噶吓。嗱，咁希望各位師兄咧買模型玩具都可以平安入到屋啊！補充一樣嘢，就係高達3.0呢啲裝喺關節上嘅圓形件係有兩款俾大家揀嘅。腳部嘅下跪姿勢，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渣古嘅跪姿啦。咁佢咧就冇好似近代推出嘅 R 版本出現跌件嘅問題。不過當右腳做出咁樣嘅狀態之前呢，兩塊裙甲要調整一下先。高達3.0嘅跪姿或者係我做得唔好嘅。嗱，我估有玩過呢個版本嘅朋友都會同我有一樣嘅感覺噶啦，就係佢嘅關節強度咧唔夠啊，雙腳有陣時係會甩落嚟嘅。再擺一個渣古飛腳踢高達嘅經典姿勢俾大家睇啦。手部方面，我今次只係會簡單介紹組裝重點嘅啫。大家見到嘅就係由10件分件組成嘅手掌啦。咁啊，有別於一體成型手掌，渣古嘅手指雖然要一件一件砌嘅，
咁但係佢嘅穩陣度呢，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聽，係穩陣過高達3.0嘅手掌嘅。每隻手指都有獨立嘅可動。咁我喺組裝同埋試玩嘅過程中，手指係冇出現跌件嘅問題嘅。另外啦，渣古兩邊膊頭甲嘅設計亦都唔同，左邊可以作為攻擊，而右邊就可以用嚟防守。咁樣嘅設計都係渣古嘅特色嚟嘅。簡單嘅組裝就完成渣古嘅手部啦。順手介紹一下渣古嘅武器，包括電熱斧、火箭筒、機槍。不過渣古嘅手掌都有缺點嘅，就係手心裡面嘅裝位唔係太夠力去鎖緊武器嘅。裝機槍嗰陣係好大機會跌落嚟嘅。呢個雙手揸機槍嘅 pose，我都要花一啲功夫先至做得到。高達3.0嘅手部組裝，大家最好開字幕睇。先將右手嘅灰白色零件 H113嘅呢一個位置，連接呢一件零件 J122嘅粒位，完成第一個步驟。跟住將 J137穿入去，完成嘅狀態係咁樣嘅。再將另一部分嘅 F116、J138 同埋 J136作一個連接，你會覺得係好散嘅，咁但係組裝步驟係正確㗎嚇。將頭先嘅兩個部分套上 H12嘅分件。跟住將成個組件咧放上去 J134， 確保所有零件嘅位啱啦，就可以用 J135將呢一件組件夾緊。我覺得呢一個組裝步驟咧，對初次砌 MG 模型嘅朋友嚟講並唔友善嘅。高達3.0嘅武器包括激光槍、火箭筒。不過我用咗好多時間咧，都上唔到火箭筒啊！我發現手臂係唔夠力嘅。盾牌，仲有激光劍。除咗裝喺背脊嘅兩把劍柄之外咧，Bandai另外送多2把劍柄俾玩家，即係有4個劍柄啊！接住落嚟就係核戰機同埋升降台嘅組裝過程啦。核戰機兩對翼嘅安裝方法就好似而家嘅畫面一樣，作一個擺放之後收入去，然後咧就插好2件灰色引擎件，兩對翼就唔會跌出嚟㗎喇。跟住將比較簡單嘅機尾同埋機頭嘅零件砌好。呢一部分唔會難到玩家嘅，有啲組裝過程我係省略㗎嚇，因為嚟緊仲有一個位係要留意嘅，就係呢一度。我右手揸住嘅零件，我都研究咗一段時間，並唔係將紅色呢個 T 字位插入核戰機嘅坑裡面嘅，而係放低少少。將成件零件推入去盡頭啊！咁樣先至係啱㗎嚇。插埋其他嘅零件就真正組裝完成啦。各位係咪覺得有啲複雜呢？成日都講 Bandai 以前出模型咧係比較有心思嘅。如果換轉係而家，我都幾肯定呢架升降台咧係會放喺 Premier Bandai 嘅。雖然外形係簡單啦，不過玩玩具就係咁樣噶啦，多一啲配件作點綴，其實玩家係會更加開心嘅。渣古冇核戰機唔緊要，都有一架車送俾大家嘅。核戰機都作一個變形俾大家睇啦，非常簡單。渣古2.0身體各部分連接強度係非常穩陣嘅。高達3.0，我咁樣測試嗰陣咧，
雖然唔會甩啊，但係佢嘅連接強度確實係比起渣古差嘅，特別係腰部呢一個位，感覺上係好脆弱嘅。原因就係無論你揀核戰機定係駕駛艙，都係咁樣套落去嘅，絕對係唔穩陣，非常容易跌出嚟嘅。就好似咁樣，渣古嘅駕駛室可以打開，不過要揾工具幫一幫手。可以見到馬莎坐喺入面啊！嗱，不過可能太暗，未必睇得到。駕駛室可以推左或者推右嘅。高達心口嘅駕駛室當然可以打開啦。前面呢個門都可以向上推，都係要揾工具幫一幫噶啦。放燈嘅位就喺呢度，將頭部連黃色件一齊掹起就係啦。高達 3.0 嘅身體組裝又有嘢要留意嘅，就係我手揸住嘅 I4 零件啊。說明書表示唔好剪走突出嘅位啊。我砌咗另一邊又唔覺得有啲乜嘢影響啊吓，不過跟說明書做就一定唔會錯噶啦。我會將兩部機嘅身體同埋腰部一次過砌俾大家睇，可動方面其實全部都拍咗嘅，但係我決定今集只係剪輯部分俾大家睇，因為今年呢係高達45週年，太多元祖高達模型嘅片呢做俾大家啦。咁我只係呢半年呢都已經砌咗3隻，包括HG Origin 啦、RG 2.0同埋而家呢部 MG 3.0嘅。3個系列都各有優點同埋缺點。如果大家問我應該要收藏邊一款元祖高達，我就冇資格去講嘅。咁但係以我嘅組裝體驗嚟作一個指標，我會推薦 HG Origin 嘅。RG 2.0雖然有非常好嘅活動能力啊，咁但係組裝體驗真係唔太啱我哋呢啲老餅嘅，特別係有老花，所以真係唔好為咗追新款而唔理智去入手啊！最後就只係會變成開盒睇下，然後就刪跡噶啦。過多5至10年 ，Bandai 出埋 RG 3.0咯。我相信會有朋友而家仍然都有高達 RG 1.0嘅。如果而家有兩款 RG 高達喺面前，你會揀買 1.0 定係 2.0 啊？除非真係對元祖高達非常有愛，就另作別論。模型買翻嚟係要砌，呢句說話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我加多一句，就係有時間砌先至好賣啊！咩話？你驚賣唔到？高達係 Bandai 嘅金蛋，點會賣唔到啊？你估係裝甲騎兵咩？至於呢個高達 3.0，佢嘅組裝體驗比起渣古 2.0 相對較差嘅。除咗頭先提及嘅手部同埋核戰機比較困難之外，有陣時件同件之間嘅夾緊，我係要用一啲力咧先至夾得埋嘅。咁大家都知 Bandai 模型嘅夾緊係好精準噶嘛，真係唔知道係咪我嘅問題啦。有朋友講過，同時期推出嘅高達 Origin MG， 甚至之前推出嘅高達 2.0 版，比起呢一盒 3.0 咧更加出色嘅。唔怪得兩款模型都好少喺模型鋪見得到啦。至於渣古 2.0 係我第一次砌 MG 版渣古啊，之前我係有砌過 RG 版，咁但係嗰個版本咧真係令人好失望嘅，跌件嘅問題成日出現，一體成型骨架甚至會喺擺 pose 嘅過程中咧斷開嘅。我已經唔講零件細嘅問題啦，最重要嘅喉管件更加會甩落嚟，嗰啲珠就會跌出嚟咧散晒㗎啦。所以係非常唔好嘅體驗。咁但係呢個07年推出嘅渣古，好多朋友都讚，人人都講話好完美㗎啦。我絕對認同各位師兄嘅意見嘅。呢個渣古 2.0 推出接近20年，仍然係非常高質素，唔怪得一有再版，好快又係各位嘅搶購目標啦。有陣時都有聽到師兄講，點解 Bandai 仍然唔出渣古 3.0 呢？如果 3.0 出到好似 RG 咁樣成日跌件，咁我覺得 Bandai 都係唔好出好過咯。另一個總結啦，兩款 MG 版模型都各有優劣。
高達3.0嘅關節強度同埋身體部分嘅組裝體驗係比較差嘅。如果真係想入手 MG 版嘅高達，呢一個版本我係唔建議入手嘅。但係外形方面都非常接近動畫嘅造型，黑線方面亦都恰到好處，或者比較啱砌完成盒模型，然後企喺度作展示嘅朋友。至於渣古 2.0 關節穩陣，外形都非常緊貼動畫，冇過多嘅黑線或者裂格設計，絕對係中意自護軍系列機嘅朋友首選。如果手掌嘅問題大家唔介意，我覺得未來真係唔使再買新版本嘅 MG 渣古啦。以上就係我對呢兩盒模型嘅睇法，希望呢段影片可以幫到一啲朋友徹底分得到高達同埋渣古模型嘅分別啦。絕對唔係咪又係機械人嗱，唔係咁樣噶嚇。如果中意呢一段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好就係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呢一個頻道啦。好，下集再見。